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救黑狗，结婚时遇到黑狗拦轿，屠夫说小心轿夫。宋朝天圣年间，徽州有一位商人，从事玉石生意约有15年。有一次，商人乘船归乡时，突遇狂风暴雨。渡船连同渡客和商人携带的众多宝玉一同沉入江水之中。据说，在这些宝玉之中，有一颗龙眼玉石极为罕见，价值连城。附近的乡民们听闻后，都到江中打捞去了。可是，并没有人找到过那颗龙眼玉石。20年后，一个年轻男子带着渔网，像往常一样来到江中捕鱼。年轻男子名唤李成璞，年方18岁，父亲是一名渔夫。李成璞年幼时就经常跟着父亲外出捕鱼，日子久了，李成璞也学会了捕鱼的手艺。后来，李成璞长大了，经常拿着渔网去江里捕鱼。父子俩皆是渔夫，靠着捕鱼1年下来也能赚些银子。这天，李成璞划着渔船到江里捕鱼，在收回第3网时，他发现渔网里有一个铁盒子。铁盒子已经生锈，上面还长着一层水草。李成璞十分好奇，便将铁盒子撬开，一颗硕大的黄白珠子显露出来。李成璞十分吃惊，赶忙将珠子藏在怀里。收了渔网后，李成璞赶忙回了家。到了家，父亲李在芳正在院子里修补渔网，见儿子回来了，小声说道：“今日收获咋样？”李成璞朝着身后看了几眼，快步跑到父亲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李成璞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珠，在父亲眼前晃了一下。玉珠子哪里来的？李在芳吃了一惊，赶忙站起身来，一把将珠子夺过，仔细看了起来。在江里打捞上来的。李在芳看了一眼李成璞后，将珠子举过头顶，对着太阳看了又看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玉石珠子啊！你还捞到什么了？还有一个铁盒子。李成璞并没有将铁盒子扔掉，而是放在鱼筐子一同拿了回来。快拿给我看看！李成璞将铁盒子拿了出来，递给了父亲。李在芳赶忙擦掉铁盒子上面的污垢，随后龙眼玉石4个大字赫然显露出来。是龙眼玉石。儿子，这可是稀有的宝贝呀！龙眼玉石。爹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20年前，附近的人几乎把江底搜了个遍，也没能找到龙眼玉石，没想到20年以后却被你找到了。爹，这颗珠子有何来历？李在芳看了看儿子，便将徽州商人乘船遭遇狂风暴雨，葬身江底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想当年，我们这些渔夫都去江里打捞了，可是谁也没有找到龙眼珠子啊！爹，我们捞到了这个珠子，岂不是发财了？千万别声张，先将珠子收起来。知道了，爹。李在芳拿着珠子回到屋里，将珠子保管起来。爹，我去镇上卖鱼去了。等等，我这里也有一些，一起拿去卖了吧。睡着，李在芳从屋里拿出鱼篓，交给了李成璞。李成璞辞别父亲，朝着小镇里走去。村子离小镇约有40多里路，途经一片树林，还有一片荒野地。在荒野地边上有一家屠宰铺子，店主姓张，是个心直口快、喜欢说笑的人。李成璞穿过树林后不久，就来到了张屠夫的店铺附近。离得很远，李成璞就被一阵狗吠声吸引住了。他一边走一边寻找，发现狗吠声正是从张屠夫店铺里传出来的。李成璞经常在张屠夫店铺里买肉，彼此还算熟络。走到店铺买肉门口时，狗吠声越来越大。
李成仆朝着屋里面看了一眼，并没有看见张屠夫。突然，说话声传了过来：“你这挨千刀的，居然还敢咬我！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”李成仆听得出来，说话之人正是张屠夫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李成仆听张屠夫语气很愤怒，就走进了店铺，想要看个究竟。张伯，你没事吧？李成仆一边走一边询问着。谁呀？李成仆听见张屠夫在说话，他循声而往，走到后院时，却发现张屠夫正在磨刀，一只黑狗就在张屠夫的脚底下躺着呢。张伯，你没事吧？没啥事，刚才我要动刀，这只狗不老实，想咬我，我生气就发了几句牢骚。呵呵，没事就好。李成仆言罢，就要转身离开，低头一看，却被黑狗的模样惊到了。那只狗全身黑色，2只耳朵的尖部是白色的，4条腿很长，而且没有尾巴。张伯，这只狗哪来的？镇上二麻子送来的。李成仆蹲下身子，仔细看了看那只狗，却发现黑狗的眉心之处有一个淡红的圆圈，似乎跟眼睛一样。黑狗躺在地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李成仆。就在李成仆要离开时，黑狗又哀叫起来：“真是烦人，那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吧。”说着，张屠夫起身，一把拽住黑狗的右腿。黑狗叫得更加凄惨，李成仆的心颤动了几下。张屠夫举起刀，正要下手时，李成仆拦住了他：“张伯，这只狗卖给我吧，它长得如此怪异，你买它做什么？看它可怜。”呵呵，这样吧，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些鱼换吧。谢谢张伯。说着，李成仆放下鱼筐，开始往外拿鱼。行了，这些鱼就够了。张屠夫看着李成仆，不禁苦笑一下，将黑狗送给了李成仆。张伯，我走了。说着，李成仆牵着黑狗离开了店铺。又朝前走了一会儿，李成仆弯下腰，一边解绳子一边说：“我还要去镇里卖鱼，这就把你放了，你快离开这里吧。”绳子松开了，黑狗重获自由。可黑狗却没有急着跑开，却在李成仆脚下转圈。“我爹娘不喜欢狗，我养不了你，你还是快些走吧。”黑狗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一溜烟快速跑远了。李成仆没再耽搁，朝着小镇里走去。过了几日，镇上的媒婆王二娘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李在芳家里。几个月前，李在芳曾托王二娘给儿子物色个好姑娘。王二娘倒也上心，正好镇上的王老汉要嫁女，她就去王老汉家登门拜访了。一番说和后，王老汉对李成仆倒也有意，王二娘这才来到了李家。那王家姑娘人不错，贤惠能干，只是彩礼难得遇到个好姑娘。王姐，彩礼要多少？要5两白银呀。这彩礼钱确实不少，不过王家姑娘我了解，是个过日子的好女人。既是好姑娘，又是王姐做媒，那就这样吧。麻烦王姐回去跟王家说一声，定下这门亲事吧。李在芳言罢，倒是让王二娘吃了一惊，老李家就是捕鱼的呀，家境这么富有吗？王二娘又去了王家，将李在芳的意思转达：“爹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儿啊，娶个好姑娘不容易，你王二娘不会骗我的，贵就贵点吧。5两银子，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呢？儿啊，你忘了龙眼玉石了吗？明日拿到当铺里典当，还愁没银子吗？这是白捡的钱，彩礼贵些又有何关系呢？你听爹的话，明日我去镇上走一趟。”李成仆虽然有气，但执拗不过父亲，一甩手走了。第2天一早，王二娘又来登门拜访，王老汉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。随后2家人将婚期定在半个月之后。吃过午饭，李在芳拿着龙眼玉石去了镇上的店铺。
店铺伙计一看这颗玉石，先是一愣，之后笑嘻嘻地说道：“20两白银，如何？”李在方知道这是稀有之宝，20两白银分明是在唬他。不了，多谢了。哎，客官，你别走啊！李在方没有再理会他，揣着龙眼玉石就走出了镇子。李在方一路小跑，隐隐约约感觉到身后有一人正在尾随着他。李在方灵机一动，钻进了张屠夫的店铺里。张兄弟，快帮帮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在跟踪我。顺着李在方手指方向一看，果然有一个留着八字胡的黑脸年轻人。那年轻人看见张屠夫，赶忙躲在大树后面。看他反应，应该是了。李兄，眼下你怎么办？不如在我店铺里躲一躲，如何？李在方思忖一下，说道：“怕是一会儿来人，要连累了你。张兄弟，你送我回村吧。”也好。说着，张屠夫关了店门，护送李在方回了村子。黑脸年轻人正是店铺伙计派来的，目的就是要抢走龙眼玉石。没成想，张屠夫一路护送，黑脸年轻人下不了手，只得远远跟着，一直偷偷地跟到李在方家门口。李在方是个谨慎的人，自从被跟踪后，一连几日没有去镇上。他找村里人借了些钱，凑足了5两银子。李成仆不知此事，依旧捕鱼卖鱼。黑脸年轻人也没有再出现过。很快到了李成仆成亲之日，这天李家喜气洋洋，村里人都到李家贺喜来了。李成仆领着7、8个轿夫，带着唢呐匠，吹吹打打地朝着镇子里行去。张屠夫今日有事耽搁了些时辰，正快步朝着李在方家里走去。刚走进那片树林，忽然一只黑狗从树林里跑了出来，站在小路中间，不停地狂吠。2个轿夫走上前驱赶，却被黑狗龇牙咧嘴的架势吓退回来。李成仆仔细一看，眼前的这只黑狗长着白色的耳朵，4条腿异常修长，而且没有尾巴。原来是他。李成仆赶忙下马，喊住了轿夫，慢慢地朝着黑狗走去。黑狗见了他，咬住他的裤子就往村子方向拽，这样异常的举动着实让李成仆不知所措。李兄弟，这只黑狗莫名其妙来拦路，不如我们一起用棍棒赶走它算了。你们且慢，我认得这只黑狗。李成仆想要挣脱出来，可是黑狗却紧紧地咬着他裤子不放。李成仆说道：“我是要娶回新娘子，你为何拦住我不让过去呀？我可是救过你的性命啊！”黑狗并没有罢休。此时，张屠夫从树林里走了出来，路过唢呐匠和轿夫时，他特意看了一眼。而他在和一位轿夫擦肩而过时，张屠夫愣了一下，那个轿夫也愣了一下。随即，张屠夫快步走到李成仆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小心轿夫。”李成仆看了张屠夫一眼，问道：“张伯，哪个轿夫？又是为何？”右边那个黑脸的年轻轿夫，那天他跟踪过你父亲。眼下怎么办？别打草惊蛇，等进了树林，我再将他捉了审问。好，多谢张伯。一行人继续前行，张屠夫跟在黑脸轿夫身后。很快，他们走进了树林。张屠夫不时地四下观望，走了一会儿，见没有异常，他一把揪住轿夫的脖领子。轿夫拼命挣扎，欲要逃跑，却被众人按倒在地。假扮轿夫，意图何在？黑脸轿夫吓得直哆嗦，遂将真相说了出来。原来店小二知道龙眼玉石的传闻。那日李在方去典当龙眼玉石，店小二故意压价，想私吞龙眼玉石。奈何李在方匆匆离开，店小二赶忙找到郑宇胜，也就是那个黑脸年轻人。一提龙眼玉石，郑宇胜瞪大了眼睛，于是2人合谋，就想霸占这块玉石。
郑宇胜偷偷地跟在李在芳身后出了城，却被李在芳发现，于是钻进了张屠夫的店铺。因为张屠夫一路护送，郑宇胜没能下手，就一路跟随着，得知了李在芳的住址。店小二和郑宇胜就开始密谋如何盗抢玉石，正巧得知李家要娶亲，郑宇胜就偷偷地混进娶亲队伍，成了轿夫，打算在密林深处与同伙一起下手，谁知却被黑狗拦住去路，耽搁了些时间。正巧张屠夫走出树林，认出了郑宇胜，这场阴谋才没有得逞，送去衙门报官。张屠夫揪着郑宇胜去了县衙门，随后店小二也被衙役逮捕，带上了公堂。县令这一审问，二人没有遮掩，如实招供了。县令下令，二人各杖打30板子，关入大牢，劳教1年。而那块龙眼玉石，县令并没有深究。李成璞将王家小女娶回了家，那王家姑娘确实如王二娘所说，看着儿媳妇善良、贤惠能干，李在芳十分欣慰。李成璞每日外出捕鱼，妻子则搭理着家里家外的活计，李成璞十分高兴，对妻子越来越疼爱，两个人过得十分幸福。后来经过张屠夫的引荐，李在芳认识了一位江南商人，那块龙眼玉石成功出手，李家从此翻身成了富人。李在芳没有忘记张屠夫的恩情，送去白银50两以示感谢，而那只黑狗却从此消失不见了，附近的乡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只黑狗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80年代，我曾见过一位老者，他用田鼠和鞭炮赶走了蛇群。我的老家是在河北省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我们村子北面有一条大河，河面很宽，约有200-300米。大河的东面与京唐运河相连，西面与潮白河相通。听我爷爷讲，在清朝年间，我们这条大河里盛产银鱼，鱼体通透明亮，鱼肉香嫩可口，每年都要进贡朝廷，很有名气。村子东西两面都是稻田，每到秋收时节，一眼望去，那是金黄一片呀。所以我们村也有鱼米之乡的美誉。在村子的南面有一条宽约5-6米的河，这条河在过去来说，曾是唐金两地的运煤河。用这条河将唐山开滦煤矿所产的煤矿运往天津，所以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南煤河。后来这条煤河不再使用，成了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庄灌溉农田的普通沟渠。就是这条煤河，在80年代那会儿，曾经发生过一件离奇怪事。这件事在当时来说，可以说家喻户晓。那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奇事呢？各位看官就跟随我的笔墨，一起来看看这则民间奇事吧。煤河在60年代末的时候基本弃用，不再用来运煤。后来我们村和邻村大面积种植水稻，就在这条河的西面又挖了一条沟渠，与村北面排灌站的主河渠连接了起来。这条煤河就成了用来灌溉农田的主要河渠了。不过这条河自从挖掘后就一直没有清理过，很多年过去了，河底淤泥越来越多，河道也变窄了。到了80年代末，这条河越来越窄，水流也小了很多，这就引起了村里人的注意。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找村委会，村委会开始重视这件事。2个月后，村委会决定联合周围2个村子的村民一起挑河。啥是挑河呢？我想80后以前的人都知道，过去修河可没有挖沟机，都是靠人力一掀一掀挖出来的，之后再用人力将泥土挑走，这便是挑河了。80年代那会儿，我们村只有2家有拖拉机，挖沟机根本没有。村委会做出决定后，3个村的村民都很支持。我记得很清楚，
在一个炎炎夏日，3个村的村民们聚集在南梅河的断桥那里，约有30-40人。他们光着脚丫，穿着背心，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，戴着草帽。在我们村村长李振江的带领之下，这群老少爷们儿就开始由西向东挖了起来。我们村小学离着南梅河很近，约有200-300米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跑过去看热闹。起初一切正常，并没有什么怪事发生。直到挖到一处碉堡附近时，村民们在挖河的时候，接连挖出来很多褐色的石头。起初人们都没有留意，毕竟河里有石头也是正常的事情。说到碉堡，可能会有朋友不解，我先说一下关于碉堡的事吧。在抗战年间，我们这里也属于沦陷区，日寇在我们村的村南和村北都建有碉堡，梅河南侧从东到西约有数十座。小时候，我们经常到碉堡里玩耍，墙壁上还留有许多的弹孔。那时候我还小，说句实话，每跟着小伙伴们进到碉堡里，我都十分害怕。言归正传，接着讲故事。在挖到第3天的时候，那天非常炎热，河岸边的柳树上面不时地传来蝉鸣声，一股股热浪时不时地吹着干活的村民们。他们汗流浃背，一边扯着家长里短，一边挖着河道，现场的气氛还算安静。忽然，随着我们村里大腿的一声呼喊，打破了夏日午后的宁静。有蛇！李大腿本名李志田，因为2条腿长得过长，与上半身十分不协调，加之本人体瘦，远远望去，2条大长腿就跟筷子似的，所以村里人都叫他李大腿。李大腿性子直，说话做事很是利落，心肠也好，啥事也不怕，可就是怕蛇。之前有一次，李大腿在稻田里插秧的时候，就觉得腿痒痒，转过身一看，居然有一条水蛇紧紧挨着他的腿，而那条水蛇伸着头，吐着信子，也在看他。在那一刻，李大腿居然与那条水蛇对眼了，四目相对，过了约有1秒钟，李大腿扔下稻秧就往后退，差点一屁股坐在水里。那条蛇也被他吓到了，快速朝着河沟爬去。李大腿以为水蛇在追自己，吓得一溜烟儿跑到了土道上。隔壁稻田的妇女见他这样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自此，李大腿怕蛇的事就人尽皆知了。怕啥来啥，李大腿越是怕蛇，蛇还总是愿意找他。您说这是怪不怪？李大腿吓得大喊一句，紧接着扔下铁锨就往岸上跑。这大老爷们儿，你至于怕成这样吗？村长李振江见他被一条蛇吓成这样，就开始取笑他，周围的人也都笑了起来。那里有蛇，你们挖，我先歇会儿。李大腿借故坐在南梅河边上，十分悠哉地抽起了旱烟。李兄弟，你说你们家过年宰鸡宰鸭都是你操刀，那都不怕，咋就怕一条蛇呢？你不怕，你挖，少在这说些风凉话。李大腿有些急了，见他这么一说，众人哈哈一笑，就没再继续取笑李大腿。人嘛，都有弱点。行了，都别说李兄弟了，二宝，你们继续挖。村长李振江岔开了话题。二宝和张德胜2个人拿起铁镐就要挖，可是那条蛇就在淤泥里趴着，伸着头看着眼前的这些人，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二宝胆子大，拿着铁锨就将那条蛇给挑走了。随后，张德胜与二宝继续往下面挖。刚挖了几下，忽然淤泥里又有东西在蠕动。张德胜仔细一看，居然是2条蛇。娘啊，这咋又出来2条蛇？不会是挖到蛇窝了吧？张德胜不敢再挖了，说完这句话就开始往后退。河里有蛇不是正常吗？有啥大惊小怪的呀？二宝轻蔑地说了一句，
随后又想拿铁锨将水蛇挑走。就在他的铁锨即将碰到那2条蛇时，忽然淤泥一阵翻滚，一条黄色的大蛇从淤泥里钻了出来。据村里人说，那条蛇约有碗口那么粗，全身金黄，长约3-4米，蛇头正中间还有一个褐色的红斑。见二宝拿着铁锨，那条黄蛇吐着信子看着他：“村长，你快过来，有大蛇！”村长。二宝和张德胜几乎同时大喊了一声，李振江吓了一跳，转过身一看，身子不由得颤抖了一下。黄蛇，这么大，你俩赶紧躲开，快上岸！二宝和张德胜也害怕了，赶忙跑向了岸边。此时正在岸上抽旱烟的李大腿吓得扔掉了旱烟。我的娘，这蛇怎么是黄色的？以前没见过呀！他见二宝和张德胜跑到了岸边，便斗起了闷子：“你俩不挺能耐的吗？咋也怕蛇呀？”二宝瞥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李振江慢慢地走到近前，仔细看了看那条黄蛇。我长这么大，还真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蛇。这蛇有毒没有？不知道啊。这么大的蛇，甭管有没有毒，咱们还是躲着点吧，看着就生猛。我听我姥爷说过，东北深山老林里有这样的黄蛇，据说还能飞呢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句，凑在一起议论着。李振江发愁了，看来是挖到蛇窝了。这些蛇若是不走，还怎么挖河呀？挖了好几天了，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正在发愁之际，淤泥里又钻出来4-5条蛇，不是很大，趴在那条黄蛇旁边，吐着信子看着眼前的这群人。村长，咋办？轰一轰试试。说完，有人挥舞着胳膊开始轰。突然，大蛇高抬脑袋，身子往前移了移，那人见势不妙，赶紧跑开了。这办法不行，要不这里别挖了，绕开挖吧。那不行，别的地方都宽了，就这窄，那不是白挖了吗？再说，谁知道附近还没有蛇窝呀？李振江一听，也觉得不能绕开挖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蛇群要是不走，这条河也是白挖，不如先回家休息，等明天再挖。没准这些蛇一会儿就走了呢。”村长说的在理，就听村长的吧。听了这话，村民们各自回家去了。等到放学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去南梅河边看热闹。不过到那里时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等到了家，我听妈说南梅河那里挖到了蛇群，其中还有一条黄色大蛇。我妈再三嘱咐我，千万不要去河边。我听了以后是又害怕又好奇，这世上真有黄色的蛇吗？脑门中间真有褐色的斑点，是不是那些大人胡说的？我没有亲眼看见过那条黄蛇，不过村里的大人们都这么说，应该错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村民们在南梅河那里集合。李振江见蛇群没了，十分高兴，蛇群果真走了，大家这回可以干活了。李大腿扛着铁锨就走到之前发现大蛇的地方，二宝和张德胜紧随其后。二宝，今晚上去你家喝点，我带茄子、西红柿，加个菜咋样？行啊，我刚打的酒，正好凑一起喝点。德胜，晚上你也来，那感情好啊。呵呵，三个人说笑着。此时，李大腿往下挖了一铁锨，忽然淤泥里又有东西在蠕动，有蛇。该说不说，真是怕啥来啥，李大腿就是这个命。李大腿大喊一声，扔掉铁锨就往岸上跑。二宝和张德胜也看到了蛇，扛着铁镐跑上了岸。李振江心里一沉，赶忙跑了过去。定睛一看，那条黄蛇已经钻了出来。我的娘，他们没走啊，这可坏了。李振江拍了一下大腿，叹声说道：“这里没准是蛇窝，这些蛇怕是不肯离开了。我求求你们，快些离开吧。
我们附近的农田要用水，你们不搬走，田里的庄稼咋办呢？我求求你们，你们快走吧。”李振江没办法了，双手合十，一边鞠躬一边说着：“村长，他们听不懂话，你别神叨了。”可是李振江没有停，一直朝着蛇群念叨着。就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李二爷骑着大架子车从南面骑了过来。这位李二爷我不认识，据说就住在我们村南面的那个小村庄里。李二爷年轻时候做过木匠，后来小手指被锯掉了一半，从此之后他不再做木匠。他养了几只羊，整天在树林里放羊。据说李二爷这个人有些神神叨叨，经常胡言乱语。认识他的人都说李二爷有怪病，不愿意和他走得太近，害怕被传染上。李二爷正好来我们村看望他表妹，见到南梅河边上站着一群人，就走过去打听。这一问才知道是村民们在挖河，也知道了挖到黄蛇的这件事。李二爷支起车子就走进黄蛇，他看了看后说道：“这些蛇并不是毒蛇，你们不招惹它，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。我看这里是蛇窝，你们破坏了他们的家，他们不肯离开。二爷，你有办法吗？”“有。”“真的？”李振江也听闻李二爷神神叨叨，对他的话是半信半疑。准备一些田鼠，还有鞭炮，等到天一擦黑，我帮你们弄走蛇群。李振江听李二爷这么一说，倒是觉得有些新奇。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得按李二爷说的做了。农村嘛，田鼠多的是。于是村民们纷纷离开弄田鼠去了。李振江从供销社买了一些鞭炮，将这些东西都放在南梅河边上，只等天黑下来。李二爷在表妹家里吃了饭，早早就去了南梅河边上。此时李振江和几位村民已经到了那里。那天放学后，我们就听说晚上有个老头要施法驱赶蛇群。几个小伙伴都很好奇，我们就约定好，吃完晚饭去南梅河看热闹。等我到那里时，天已经有些黑了。我和几个小伙伴没敢离得太近，不过李二爷说的话，我们还是能够听到的。二爷，田鼠、鞭炮都放这里了，接下来咋办？李振江指着麻袋和鞭炮说道：“你们挖了蛇窝，蛇记恨你们，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。一会儿我自己弄，你们就别管了。您一个人行吗？”“甭担心，没事儿。天黑了，你们快回去吧。”李振江不放心，离开南梅河，远远地看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看见李二爷拉着麻袋和鞭炮，朝着蛇群的位置走了过去。因为天黑，蛇群的位置离得远，我没有看见李二爷到底做了什么。过了约有1个小时，鞭炮声响了起来。李二爷回到了岸边，我能看见他的身影。村民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们多担待。田鼠是送给你们的大礼，你们既然收下了，就赶快搬离吧。这些鞭炮是村民们在为你们送行呢。呵呵，李二爷朝着河里说着。等了一会儿，李二爷骑着车子消失在夜色里。人都走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说实在的，李二爷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们几个孩子都有些害怕，于是就跑回了家。后来据大人们说，第二天一早，村民们到了南梅河那里时，就看见淤泥里有许多蛇爬行过的痕迹，到处都是，好像是朝着梅河东面爬走的。不过李大腿这次不敢再挖了，二宝和张德胜小心翼翼地往下挖。挖了几下，发现底下有些镂空，又挖了几下，并没有蛇钻出来。此时的李振江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淤泥。蛇走了，再挖挖看。李大腿见没有蛇钻出来，拿着铁锨也走了过去。几个人挖了半天，还是没有蛇出来。李振江长舒了一口气，看来那些蛇果真都走了。这个李二爷可不是一般人啊，真没看出来李二爷还懂这些，
以前真是错看他老人家了。李振江看了看身边的人，说道：“以后都对李二爷尊敬着点，别总说三道四，胡咧咧。过2天，我请李二爷。”蛇群真的走了，直到南梅河全部挖完，也没有再遇到那条黄蛇。田鼠和鞭炮的用意，起初并没有人知道。后来听李振江说，几日后他曾宴请了李二爷。酒桌上，李二爷说这个做法没啥玄乎的，于是对李振江说出了真相。原来蛇吃田鼠，这是蛇的天性。李二爷当时解开了麻袋，田鼠跑了出来。那些蛇突然冒了出来，争抢着捕食田鼠，一会的功夫，田鼠就被吃光了。而放鞭炮则是在威吓那些蛇。所谓先礼后兵，既然蛇拿了村民们的好处，就表示已经原谅了村民，那就该服软，尽快搬离这里。若是不搬离，那就用鞭炮轰，甚至用更加粗暴的办法来对待。那条黄蛇的样子怪异，非同一般，以它的灵性，应该看懂了李二爷的用意。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安全，还是搬离了这里。李二爷这般睿智的做法，让几个村子的人都很信服。这件事之后，人们再也不敢小瞧李二爷，对他格外尊敬。南梅河挖好之后，河面宽了很多，同时水流也大了不少，给附近几个村子的农田灌溉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这也应该感谢那些蛇。所谓万物皆有灵性，这句话果真不是乱说的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赴喜宴，见瓦片刻字有蹊跷，他悄悄躲在暗处。宋朝天圣年间，山东淄博有一男子，姓张，名成，是一名书生。张生年方20岁，浓眉大眼，生得十分英俊。一日，张生外出访友，路过一座木桥时，突然木桥坍塌下来，张生遂不及防，扑通一声落入水中。救命！快来人呐！张生不习水性，慌忙呼喊。此时恰有一年轻男子，身着青色布衣，头戴褐色斗笠，途经此地。年轻男子听见前方有人在呼救，驻足远望，却见不远处的急流之中，有一名男子正在挥手呼救。不好，有人落水了！年轻男子言罢，赶忙朝着张生跑了过去。莫慌，我这就来救你。男子言罢，来不及脱衣，双臂一扬，双足踏起，身体犹如一把剑柄，斜着扎入水中。少顷，男子浮出水面，快速游向张生。离得近了，男子一把拉住张生，双腿一蹬，便向堤岸奋力游去。此时正值汛期，河流十分湍急。张生不习水性，内心惶恐，遂不停地拉拽，险些将男子拉入水底。好在男子的水性极好，他见势不妙，及时挣脱出来。随后调整姿势，从后面抱住张生，用力将他拉上岸来。年轻男子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张生趴在岸边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男子率先询问道。张生缓了缓，拱手作揖，轻声说道：没事了，方才多谢你了，不然我怕早已葬身鱼腹了。举手之劳，你不必客气。男子拱手打礼，笑着回答：敢问兄长姓甚名谁？家住哪里？来日我必登门道谢。年轻男子缓缓站起身，遂将姓名告知了张生。原来年轻男子姓柳，名承志，家住小桥以北的柳家庄，是一名打鱼人。这天一早，柳承志去镇上卖鱼，恰巧赶上张家办喜事。他刚摆好摊位，2筐鱼虾就被张家全都买了去。时候尚早，柳承志就想着早些回家，再出船打些鱼来。路上没有耽搁，一路向北疾行。亏得柳承志今日收摊早，张生这才被救上岸。
若是平时，怕是张生早就沉入河里，喂鱼去了。张生被柳承志所救，心怀感恩，于是二人互留姓名和住址后，各自走了。张生拜访友人回来的第2日，他买了些礼品，朝着柳家庄走去。不用多言，张生此行的目的便是专程去拜谢柳承志的。时至午时，张生来到柳家庄，轻叩柳家院门。少顷，一个年轻女子打开了门。那女子生的是面如覆粉，齿白唇红，雾鬓云环，柳眉星眼，模样十分俊美。柳承志看得出神，一时竟忘了施礼。年轻女子被看得有些羞怯，一抹绯红瞬间爬上脸颊。女子侧过脸，轻声询问：“公子，你找谁？”柳承志：“柳兄可在家里？”张生看得痴迷，打了个愣神，听女子问话，这才缓过神来，朝着女子拱手言道：“表哥出门还未回来，您先进来坐吧。”说着，女子转过身，带着张生走进屋子里。“请问姑娘姓甚名谁？与柳兄是啥关系？”女子莞尔一笑，遂将身世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柳承志二姨家的表妹郑婉儿。郑婉儿年方19，也住在柳家庄。其父郑宝才是个木匠，凭手艺吃饭。虽说不是大户人家，但靠着祖上留下来的几座宅院，在本村来说，倒也算得上是富贵人家。郑婉儿还未出嫁，不过其父郑宝才已经将她许给阮家。据说郑、阮二人青梅竹马，从小就定了娃娃亲。阮家一直来人商议迎娶吉日，只是郑婉儿最近身体不适，婚期一拖再拖。恰巧今日柳父柳母带着柳承志前去相亲，柳承志便唤来郑婉儿看家，这才与张生有了碰面。张生本以为郑婉儿是柳承志的妻子，听闻郑婉儿说起表哥2字，张生的心里不由得放松下来。他不明其因，但就在方才，他的内心确实经历了由雷雨到天晴的巨大变化，说来就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在下张成，方才有些失礼，望姑娘起恕。那倒无妨，我去给你倒些茶来。郑婉儿轻声回答，随即起身去倒茶水。郑婉儿知书达理，柔声细语，一副贤惠端庄的模样，惹得张生好不自在。世间少有的端庄女子，只可惜她已有婚约。唉。须臾，郑婉儿端着茶水返了回来。张公子，喝些茶吧。莫要叫我张公子，就叫我张成吧。张生端起茶盏，浅抿一口，遂将那日拜访好友时落水，被柳承志出手搭救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表哥心善，他向来喜欢帮助别人。话音未落，院门被人打开了。郑婉儿和张生一同起身，走进门来的正是柳承志。表哥回来了。说着，郑婉儿迈着碎步走将出去，张生紧随其后。柳兄。张生躬身行礼，微笑着打招呼：“哎呦，张兄弟来了，快进屋坐。”柳承志一看是张生来了，又惊又喜，拉着张生就往屋里走。“表哥，若是没事，我先回家去了。我买了鸭肉，就在家里吃吧。不了，娘还等着我回家做饭呢。”“也好。”柳承志将郑婉儿送出门，随后笑着返了回来。“正好是午时，我做些饭菜，你留下来吃酒。”“这不必客气，更不必推脱，你我有缘，必须吃了这顿酒。”柳承志言罢，笑着去了柴房。张生本不想添麻烦，奈何柳承志如此热情，他也不好再推脱。一盏茶的功夫，柳承志端来热菜和鸭肉，拿来一壶酒，朝着张生频频敬酒。“柳兄，那日的救命之恩，我此生不忘。今日带了些薄礼，特来拜谢。本应是我摆席宴请你才对，可却让柳兄、张兄弟，你不必多虑，
你我既然遇见，就是缘分使然。既是有缘，何不加深这份缘呢？柳兄，怎么说？你我结为兄弟，如何？张生听闻此言，赶忙放下杯盏。他起身后单膝跪地，拱手说道：“哥哥的救命之恩，弟弟不言谢，日后自会报答。兄长在上，请受弟弟一拜。”柳承志确实是个爽快之人，当即扶他起来，将酒杯递给张生。二人举起杯盏，一饮而尽。从这天起，二人成了亲如手足的好兄弟。或许他们的相遇真的是天赐良缘吧。正如张生所说，大恩不言谢。言外之意，他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柳志成的救命之恩。后来，张生确实做到了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自从张、柳二人结义后，他们走得勤了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柳承志时常留些鱼虾，专程给张生送去。张生是个书生，供书之余，便带些土物、酒菜找柳承志饮酒。柳家离着郑家不远，郑婉儿经常带着丫头来表哥家帮忙。一来二去，与张生也熟络起来。虽是如此，但张生自知郑婉儿有婚约在身，他对郑婉儿十分尊重，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可世间男子哪能都如张生这般懂情懂理呢？镇上的李三魁便与张生截然相反。李三魁家住镇上，年方25，是个游手好闲的主。仗着家境殷实，父亲人脉广，经常惹是生非，调戏姑娘，那是常有的事。忽有一日，郑婉儿前去镇里给母亲采买针线，正巧李三魁带着2个从人在镇上闲逛。郑婉儿姿色出众，人群之中，李三魁一下就注意到了她。那妮子不错，过去看看。李三魁言罢，2个从人跟着他去了。走到跟前，李三魁伸手拦住了郑婉儿：“走，陪我玩玩去。”说着就要拉拽郑婉儿的胳膊。郑婉儿吓坏了，将篮子护在身前，赶忙躲闪。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看上你了，陪我玩玩。你不要碰我，我可喊人了。”吵闹声引起路人的注意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可是他们都知道李三魁的为人，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止。李三魁对郑婉儿上下其手，郑婉儿害怕不已，急得哭了起来。就在郑婉儿无助之时，恰巧柳承志卖完鱼从这里经过，见到表妹被人欺辱，柳承志拿起扁担打了过去。李三魁见有人出手，十分气愤，可转身一看，见柳承志皮肤黝黑，身材魁梧，竟一时没了气焰。“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”说着，李三魁转身走了。柳承志赶忙上前询问，郑婉儿受了欺负，扎进表哥怀里抽泣起来。“走，我们回家。”柳承志领着郑婉儿回家去了。可李三魁吃了瘪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“你找个人跟踪那个姑娘，我李三魁看上的姑娘，别想跑。”言罢，众人快步跑开了。柳承志与郑婉儿一路向北走着，却不知身后有一男子正在尾随着郑婉儿。2日后，柳承志拎着2条鱼找到张生：“张兄弟，3日后我娶妻，你一定要过来参加我的喜宴。”“哦，这可是大喜事。柳兄放心，我一定去。”二人闲聊片刻，柳承志便回家去了。疏忽之间，到了柳承志大婚之日，张生早早地来到柳家，帮着柳家忙活起来。午时近了，柳承志领着花轿从远处走来。不多时，到了柳家门口，郑婉儿端着果盘站在门口，张生挨着郑婉儿站着。柳承志将新娘子领进堂屋，开始举行拜堂仪式。随后喜宴开始，张生高兴，喝得有些多了，而郑婉儿吃过饭后早早就回家去了。
临近黄昏，张生起身要回家，可柳承志将他挽留下来。张兄弟，莫要着急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你可要喝尽兴啊！柳承志拉着张生，不让其回家。兄长大喜之日，张生岂能不高兴？索性留了下来，继续与柳承志喝酒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张生起身说道：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柳兄可别误了大好时机呀！今日喝得尽兴，我回家去了。”柳承志见时候不早了，便没有再挽留他，将他送出院子。二人拱手道别。张生喝得烂醉，走起路来东摇西摆。所谓酒要浓时方恨少，情到浓时难自禁。一股相思之情油然而生。是的，他想起了郑婉儿，那个婀娜善良的美貌女子，只是想想罢了。哎，张生如此说着，可脚下的步子却情不自禁地朝着郑婉儿的家走去。夜至2更，晚风袭来，吹得张生打了个冷战。走到郑婉儿家门口时，张生驻足，抬头望向郑家的门楼，摇了摇头，就要继续走。转过弯，路过郑家院墙时，忽然身后传来吧嗒一声响。张生转过头一看，地上居然有一个瓦片。瓦片哪里来的？方才并没有啊！就在张生疑惑之时，院子里却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张生起了疑心，遂将瓦片捡起。月光之下，那瓦片上面居然刻着4个大字：三更抢人。抢人？难道这个瓦片是暗语不成？瓦片是从郑家扔出来的，所抢之人必定是郑家的。张生觉得刻字瓦片有蹊跷，他看了看周围，随后悄悄躲在暗处。3更天时，从远处走来3个人影，看样子是朝着郑家方向来的。张生目不转睛，看着那3个人。到了院墙处，其中一人捡起瓦片，看后朝着院子里扔了一块石子。不多时，院子里传出说话声：“他们都睡了，姐姐郑婉儿就住在偏房，你们快些动手。”郑婉儿，原来所抢之人就是郑婉儿啊！张生大吃一惊，仔细看着那3人。3个黑衣人走到院门前，此时院门被打开，原来是他。开门的正是郑婉儿的贴身丫头，名唤翠儿，年方18。郑婉儿时常带着翠儿去柳承志家里，张生自然认识她。3个黑衣人迈步就要往里走，张生见势不妙，见脚下有几块石头，他赶忙捡起，朝着左邻右舍的院里扔了进去。张生随即站了出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来人呐，快来捉贼人！”张生的喊声很大，狗吠声接连响起，左邻右舍亮起了灯，有人接连走了出来。柳承志喝醉了，已经进入梦乡，他没有听见喊声。柳父睡觉轻，听见喊声，举着木棍跑了出来。柳伯，有人要抢走郑婉儿，快捉住他们！此时郑家的灯也亮了起来，郑父拿着锄头也跑了出来。再说那3个黑衣人被突然的喊声吓了一跳，还未缓过神来，街坊四邻已经跑了出来，将来路封堵了。黑衣人无处可躲，只得乖乖被擒。丫头小翠自然也被捉了。郑父一问，黑衣人招供了，他们此次前来果真是来抢郑婉儿的。街坊四邻十分愤怒，先是一顿毒打，随后押到衙门去了。县令左大人为官清廉，执法严明。稍加审问，3人便将真相说了出来。原来李三魁派人跟踪郑婉儿，知道了郑婉儿的住处。可他并非愚人，想着过些日子再来抢人，免得自己被怀疑。李三魁以20两白银收买丫头翠儿。之后得知柳承志要成亲，李三魁知道机会来了，便计划在当晚动手。李三魁觉得柳家办喜事，郑家和街坊四邻必然都会喝喜酒，夜里都会睡得香甜，
这便是下手的好时机。于是要翠儿紧盯着正父正母，待到他们睡了，就以刻字的瓦片来通风报信，里应外合，将郑婉儿抢走。没想到却被醉酒的张生碰巧遇到。该说不说，这或许是郑婉儿和张生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定数，只是张生不知，郑婉儿也不知。黑衣人如实供述，左县令下令捉拿李三魁。此时的李三魁正在房间里等候郑婉儿，哪知来的却是5名衙役。李三魁大吃一惊，没等说话就被押着走了。公堂之上，李三魁双腿发抖。左县令严词逼问，李三魁不敢隐瞒，老实招了。左县令痛恨作奸犯科之人，李三魁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抓，赶忙登门来访，却被左县令轰出门去。随后左县令下令杖打30大板，劳教3年。李三魁听闻后当场泣不成声。此后为非作歹的李三魁再不敢作恶。后来被父亲送去外乡做生意去了。翠儿被杖打30大板，可奈何他年纪小，没有经受住，当场毙命，也算是他咎由自取。再说郑婉儿，自从张生救了他一次，对他心存感恩。而郑婉儿再不能以患病为由推延婚期。郑婉儿常常在夜里哭泣，因为在她心里已经装满了张生。柳承志得知张生救了表妹，对他十分感激，特意挑了4条大鱼登门感谢，却被张生扔了出去。婉儿啊，婚期将至，你缺啥就和你娘说，可别委屈了你啊。爹。郑婉儿没有继续说啥，眼眶里全是泪。前文说过，郑婉儿与阮东是青梅竹马，可为何郑婉儿会不情愿呢？其实这里面有隐情。阮东家住邻村，阮父与郑父同是木匠，年轻时候在一起做过工，彼此熟识。后来2人经常在一起吃酒，脾气秉性相投，两家人是越走越近。有一次2人酒后就做了决定，等到孩子出生，若是异性便定下娃娃亲，若是同性就做亲同手足的兄弟姐妹。不久后阮东降生，半年后郑婉儿降生，于是这门娃娃亲就此定下了。阮东长相一般，身材瘦小，郑婉儿却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容貌越来越美貌。姻缘讲究情投意合，可郑婉儿打心眼里不喜欢阮东。不过在外人眼里，2个年幼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，加之郑父、阮府早就定下了婚事，青梅竹马的说法也就传了出来。说巧不巧，正当婚期临近，郑婉儿为此伤心不已之时，阮家人却登门传信来了。原来阮东和父亲外出做工时遭遇意外，从高处落下，当即没了气息。而阮家登门的目的便是退亲。郑父郑母十分伤心，为阮东的早逝感到惋惜。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，虽说郑婉儿不爱阮东，但阮东的突然离世也让郑婉儿流下了眼泪。而得知此事的张生却是彻夜未眠。2日后，张生忐忑不安地叩开了郑家院门，开门的正是郑婉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有何事吗？有也没有。怎么说？其实我想你了。张生言罢，郑婉儿的双眼瞬间模糊。张生见状，忙将郑婉儿揽入怀中。张兄弟，我来为你们做媒。说话之人正是柳承志。早在之前，柳承志已然看出张生的心思，不过他相信张兄弟的为人，不会对郑婉儿做出格之事。而郑婉儿的心思，柳承志自然也知道。如今阮东离世，阮家人来退婚，2个年轻人的婚约自然也没了。柳承志了解张生的为人，于是便想做媒人，成全这2个有情人。多谢柳兄。张生言罢，
遂匆忙回到家。爹，孩儿要娶亲。张父张母吃了一惊，以为他在说笑，但张生面色严肃，张父便开始询问。张生遂将柳承志救自己与郑婉儿相识，施救郑婉儿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既是这样，那便是你们的缘分到了。明日请一位媒婆前去郑家说媒。爹，柳兄便是我们的媒婆。张父张母相视一笑，不禁摇头苦笑起来。在柳承志的说和之下，郑家和张家皆同意了此门婚事。3日后，张生拎着一壶好酒来到柳承志家里。柳兄，5日后我要大婚，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喜宴呐。张生拱手一本正经地说道。柳承志瞥了他一眼，休要逗我了。2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成婚那日，张生骑着高头大马，领着众人，抬着绛红花轿，吹吹打打地将郑婉儿娶回了家。掀起红盖头那一刻，2人幸福地笑了起来。后来，张生参加科举考试，幸运中榜。不久后，带着郑婉儿赴任去了。再后来，张生官至礼部尚书，一生未在内妾。郑婉儿为张家生下2子3女，2人幸福一生，直至终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